你是否曾停下来看过你那长长的联系人名单，上面有数百个名字和照片？然后当你问自己，在一场存在危机或毁灭性的紧急情况中，在深夜里，你到底能给谁打电话时，感到一阵脊背发凉。你沉浸在数字连结、点赞和付钱评论的海洋中，但在内心深处，你感到一种几乎可以烘磨到的孤独，就好像你在一个慢世人的房间里尖叫，却没有人真正倾听。这种被所有人包围，却又从根本上感到孤独的感觉，不是你性格上的缺陷或个人的软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痛苦的症状，一个训练。我们像受鸡将被一样手机联系人的世界，完全忘记了培养真实、深刻和不可动摇的联系的古老而强大的艺术。事实是，你被训练成与所有人保持安全距离，每一次死亡，每一次背叛和每一段随时间消失的友谊，都在你为自己建造的墙上增加了一块砖。你学会了策略性的鼓励，将脆弱视为一种可被利用的弱点，而不是通往连结的桥梁。你的互动变得交易化，一种持续的成本效益计算。我能从中得到什么，成了知道你社交选择的无声问题。结果就是你现在感到的这种空虚，你灵魂中的一个回声，正视了这个痛苦的真相。在你寻求不被伤害的过程中，你将自己囚禁在自我世家的孤独中，一个保护你免受世界伤害的堡垒，但它也阻止你在其中生活。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出路呢？一种摧毁这座监狱，并在其位置上建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的方法，但它的大门相对的人敞开。一种被皇帝和哲学家掌握的古老智慧，它教导的不是手机朋友，而是锻造灵魂的联盟。今天，我们将通过友谊堡垒的4大支柱来解释这种智慧。这是一个将你的社交生活从脆弱连接的沙漠转变为牢不可破的练习圣殿的使用指南。如果你准备好放弃孤独，成为滋养和加强关系的建筑师，现在就订阅、激活通知，并评论你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段路程。这是你迈向建造真正重要事物的第一步。解决这种现代空虚的方法，不在于一个新的应用程序或一种新的社交技巧，而在于一种古老而坚固的哲学——斯多葛主义。但是，请忘记斯多葛派如同冷漠，对痛苦和快乐无动于衷的大力士雕像那样的刻板印象。这是一种软弱和不完整的解释。真正的斯多葛主义在人际关系方面不提倡鼓励，而是提倡建立一个共享的堡垒。其理念不是寻找一个朋友来填补空虚或作为情感的怪障，相反，它是关于变得如此完整和自给自足，以至于你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与谁分享你生活的墙壁，创造一个如此强大的联盟，以至于在战争时期成为彼此的避难所，在和平时期成为倾注的场地。斯多葛主义教导的这种表面上的冷漠，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无情的战略清晰度。他是一位大师级建筑师，在将每一块石头放入其作品之前进行检查的记录。在现代世界，你被教导接受任何出现的材料，基于便利、短暂兴趣或仅仅是物理上的接近而建立的友谊。结果是一个脆弱的结构，充满了裂缝，随时准备在第一场风暴中倒塌。斯多葛的坚定是拒绝有缺陷的砖块的勇气，是理解你的练习质量决定了你品格的力量和你灵魂的人性的智慧。你不是在变冷漠，你是在做你内心圣殿的无情守护者。只有最值得的人才被允许进入并与你并肩建设。这不是一个新想法，这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智慧，在最伟大的大师们的著作中回响。塞涅卡在他给朋友路奇里乌斯的不修信件中，用了许多也来剖析真正友谊的本质。他认为友谊不是一种小钱，而是最高尚的追求之一。对塞涅卡来说，一个真正的朋友是另一个自我，不是一个简单的统一你的人，而是你灵魂的一面镜子。
一个分享你最深层价值观并有勇气指出你的缺点的人，不是为了羞辱你，而是为了让你更强大。这是一种神圣的共同成长契约。根据斯多葛派的说法，拥有这样一个朋友，就像拥有第二个克宫支配的灵魂，使你在人生旅途中力量加倍，负担减半。第一个，或许也是最关键的支柱，是选择的艺术。你需要成为你生活大门的无情守护者，这意味着选择谁进入你的核心圈子，必须是你实践过的最深和有意识的行为。这无关傲慢或精英主义，而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尊重和保护你内心平静的行为。规则简单且不容写上，你必须根据朋友的美德和品格来选择他们，而不是他们提供的共用，他们带来的短暂快乐或他们陪伴的便利。你在寻找建筑师，而不是乘客，是那些带着自己的砖块和工具来参与建设的人，而不是那些只在你的堡垒中寻求避寒的人。你将在这里面临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它直接挑战了我们整个现代文化所宣扬的观念。我们被迫变得受欢迎，像积累金币一样积累联系，从不对邀请说不。懒惰的头脑更喜欢被动接受，而不是进行艰难的辨别工作。你会害怕被评判为不合群、势利或仅仅是奇怪。自然的倾向是让大门敞开，让生活的潮流把任何人带到你的岸边。但斯多葛派知道，一个大门敞开的堡垒不是堡垒，它是一个等待发生的废墟。你需要对抗你对外部认可的需求，并找到力量，以绝对和不妥协的方式将质量置于数量之上。想象自己是一个古老城堡的哨兵，每一个接近的人都是请求进入的旅行者。软弱和匮乏的哨兵为所有人打开大门，害怕谋反或陷的不好客。不久，城堡里就充满了小偷、破坏者和间谍。食物耗尽，枪毙被涂鸦，混乱统治一切。然而，斯多葛的哨兵是不同的，他彬彬有礼但坚定。他会问旅行者：你的意图是什么？你心中怀着什么价值观？你是来建设还是来索取？他寻求的不是完美，而是良好品格的证据、美德的存在和恶意的缺失。他明白，保护内心的圣殿是他最神圣的责任。这种严格的选择不是一种封闭的行为，而是创造一个神圣空间的行为。通过只允许那些与你最高价值观产生共鸣的人进入，你创造了一个信任自然生长的环境。你不再需要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穿戴社交盔甲，被背叛或被误解的焦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而深刻的安全感。你会毫无疑问地知道，你身边的人是因为你是谁而存在，而不是因为他们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他们不是你枪上的裂缝，而是在最大压力时刻支撑你结构的支柱本身。因此，你的实际任务使用这种清晰的镜头观察你当前的友谊，评估每一段关系，它是基于共同成长和尊重，还是基于便利和小钱？你的朋友是激励你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是他只是验证你的弱点和恶习？要残酷的城市，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的旅程，是与意向困难但必要的任务。悄悄地移出那些已经损害你城墙完整性的腐烂砖块，这是你重新掌控自己生活和内心平静的建筑的第一步，也是最强大的一步。别搞错了，这个过程会让人不舒服。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你认为是老朋友的人，但你换来的是无限宝贵的一个如同你灵魂的战争委员会的核心圈子，一群在同样的政治之火中锻造出来的个体，致力于真理和你的复制。这种有意识的选择性区分了一个受社会环境影响的受害者和一个真正自己命运的建筑师。你通过应用这一原则获得的力量，不仅仅是社交上的，它是存在上的。你会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感到更安全、更专注、更有力。这第一根支柱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持续的行动，一块你通过使用而加强的肌肉。每一次新的互动，每一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信任，
你都有机会练习辨别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知觉会变得更加敏锐，你将不仅能通过一个人的言语，还能通过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意志性以及他们对待他人的方式来认识其品格。你将不再是一个收人的收藏家，而会成为一个知通道和灵魂的大师级策展人，耐心地建立一个经得起时间、风暴和逆境考验的兄弟会或姐妹会。一旦你仔细挑选了谁可以进入你的堡垒，第二个支柱就成为这些墙壁内的日常时间，成为一面镜子，并允许你的朋友成为你的镜子的艺术。真正的斯多哥友谊部是一个相互钦佩的俱乐部，让每个人都感觉良好。它是一个美德的训练场，规则是：你必须有勇气提供基金的城市，专注于你朋友的成长，并有前辈来接受同样的回报。这个支柱将由于从一种被动的安慰转变为一种积极的自我完善工具。目标不是取悦，而是帮助塑造彼此的最佳版本。哲利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它直接攻击我们的自我。我们人类天生厌恶批评，我们渴望认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身边围绕着会生朋友，那些只是重复和肯定他们自己信念并为他们最僻倾向辩护的人。一个镜子朋友则稀有的多，也宝贵的多，因为它反映真相，即使真相是严酷或不舒服的。困难在于两个方面：害怕在说出难听的真话是伤害或失去朋友，以及在镜子转向我们时，我们自己的骄傲所感到的痛苦。克服这一点需要巨大的情感承受度。这个支柱的完美比喻是你灵魂的铁匠。想象一下，你的品格是一块未经加工的钢，独自一人，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磨它，但要去除最深层的杂质，并赋予它传奇到人的锋利和人性，你需要专业的火焰和另一位铁匠的锤击。激进城市产生的摩擦和热量就是火焰，建设性的批评和艰难的建议就是锤击。当下是痛苦的，刚在冲击下尖叫，但正是通过这个剧烈而不舒服的过程，弱点被清除，真正的力量被解释。一个只会为你煽风让你凉快的朋友不是朋友，他是你自我的仆人。这一点实际的结论是，你必须积极寻求和培养在这种城市水平上运作的友谊。当一个朋友鼓起勇气告诉你一些关于你自己的难听的话时，你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防卫，而是感激。他正在给你一份无解的礼物，一个关于你盲点的外部视角。同样，当你看到一个亲爱的朋友偏吃了他的潜力，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被自己的幻想所欺骗时，你的忠诚要求你开口，带着同理心，小心翼翼，但要清晰。在这种情况下，沉默不是友谊，它是平庸的同谋。建立在这个支柱上的友谊堡垒成为卓越的催化剂，它是存在的最伟大的个人发展捷径。你身边有一个你完全信任的人，致力于看到你成功，愿意做不受欢迎的工作来让你走上正规。想象这有多大的力量！你不再是独自与自己的弱点做斗争，你有一个盟友，第二双眼睛，一个帮助你从不同角度看待战场的战略家。通过拥抱镜子的时间，你将一支书籍的速度加速你的成长，锻造一个有韧性的品格和一个日益 virtuous 的灵魂。建筑师稍作停顿，你已经吸收了前两个支柱，你堡垒的地基和墙壁。如果你在这些话语中感受到了力量，并且真正致力于这项建设，请知道这段路程是持续的。对于那些认真的人，对于那些不仅仅寻求安慰，而是追求静痛的人，我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播放列表，一个建造者图书馆，其中有其他视频，深入探讨你路程所需的每一种工具。点击描述中的连结，进入你训练的下一个层次。这不是为好奇者准备的，这是为承诺者准备的。通过评论我建造我的堡垒来声明你的承诺，并与我一起继续这段路程。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支柱。选定了建筑师，
并建立了镜子的时间之后，我们输起了第3个支柱——忠诚。但斯多哥的忠诚是一个比现代定义更深刻、更苛刻的概念。它不是盲目的赞同，不是在你朋友犯错时成为同谋，也不是无条件的支持他，即使他错了。真正的忠诚是对你朋友更大利益的无声风险试验，它保证你将始终为他品格的发展而行动，是在他确信是守护他的声誉，是捍卫他的千里，即使在必要什么与他自己对抗。这里的内心冲突是走捷径的诱惑。忠诚不是在晴天受到考验，而是在风暴中。当你的朋友成为现化的目标时，保持沉默比冒险为他辩护更容易。当他做出一个糟糕的决定时，点头比表达你的不赞成和冒险发生冲突更容易。真正的忠诚需要巨大的勇气，它要求你将你的原则和对朋友品格的承诺，至于你暂时的舒适和你避免摩擦的愿望之上，廉洁的忠诚是纵容。斯多哥的忠诚是一种优美的且要求苛刻的爱，把忠诚想成一个哨兵在最黑暗的夜晚在一个前哨站的职责。你的战友正在睡觉，一手攻击，相信你保持警惕。你的忠诚不仅仅是保持清醒，它是积极地扫描的平线以寻找威胁，是保护营地，是准备好拉向劲爆或战斗到底，以保卫那个将生命托付给你的人。斯多哥的忠诚就是这样，他是在你的朋友被不公正批评的对话中为他辩护，是拒绝参与任何玷污他荣誉的显化，是坚定不移的承诺成为他生活中的保护力量，一个地狱世界恶意的盾牌。通过时间和接受这种程度的忠诚，你消除了人类最深层的焦虑之一，对背叛的恐惧。想想一下，绝对确定的知道，世界上至少有一个人，在他面前你可以完全脆弱，而不必担心你的弱点会被用来对付你。这会带来怎样的精神和情感上的自由？这种不可动摇的信任是将你堡垒的砖块念合在一起的水呢，使其成为一个独特而有凝聚力的结构。它创造了一个心理圣殿，在那里你可以放下防备，补充能量，做真实的自己，知道你的侧翼现在和将来都会受到保护。这个无声的实验体现在行动上，而不是言语上，是那个打电话给你确保你安全到家的朋友，是那个像保守国家包仓一样保守你秘密的人，是那个看到一个与你才能完美契合的机会是立即发给你，而不考虑竞争的人。忠诚是一个动词，这是将你的盟友的福祉和政治治愈与你自己同等地位的日常时间。在你的有一种培养这一点，就是建立一个人在其人生旅程中可以拥有的最稀有和最强大的资产之一。最后，我们来到了将友谊从简单的关系提升为传奇联盟的支柱，共同的目标。最持久和最有意义的友谊，不是那些基于过去共同记忆的友谊，而是那些应对未来的共同愿景而团结在一起的友谊。最后的规则是，你的友谊必须是一个积极的项目，一个共同的建设。仅仅找到对的人、城市和忠诚是不够的，必须一起建造一些东西。而所有项目中最大的项目就是共同追求有美德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出现的冲突是被动性，大多数现代友谊都是基于消费，消费娱乐，消费食物和饮料，消费时间。这些都是不需要真正努力的轻松活动。一起建造东西则要困难得多，它需要记录、已知的远近、牺牲和克服分歧。找人去看电影比找人一起创业，从零开始学习一项新技能或致力于身心训练方案要容易得多。惯性将我们拉向作为娱乐的友谊，而为大则呼唤我们走向作为创造的友谊。我们回到堡垒这个核心比喻，在这最后一个阶段，你和你的朋友不再只是住在堡垒里，你们是并肩工作的总监主事，手中拿着蓝图和工具，积极决定如何扩建墙壁，如何建造新的塔楼，如何使结构更坚固、更美丽。友谊本身就成了项目，你们不仅仅是朋友，
你们是在一场对抗平庸、懒惰和绝望的宏大战役中的战友。每个人都成为对方的将军，策划战略意应的生活提出的内部和外部的战斗。从这个支柱中产生的力量是超越性。你们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关于你们两个人，而是关于比你们双方都更伟大的东西。无论是成为更好的男人或女人的项目，还是在社区中创造积极影响，或是建立一份遗产，这个共同的目标都唯有艺术入了无与伦比的能量和人性。在共同使命的宏伟面前，小的争论和分歧变得微不足道。友谊获得了一个方向，一个北方，引导他度过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因此，看看你最亲密的友谊，并问问：我们在一起建造什么？如果答案是什么都没有，也许是时候提出一个项目了。从小处着手，一个读书俱乐部来阅读10多个派的书籍，一个每周一起训练3次的约定，一个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挑战。重要的是，从消费心态转变为创造心态。通过这样做，你完成了又一堡垒的建筑，不仅创造了一个避难所，而且是一个行动基地，用来对生活的挑战发起攻击，并达到你的最佳版本。你开始看这个视频时，感受着现代孤独的重压，一个与所有人相连却与任何人都没有联系的个体，被同时也囚禁朝你的墙壁所保护。现在，你拥有了成为更伟大存在的知识，你拥有了将自己转变为一个联系的建筑师的蓝图，一个滋养、加强和提升关系的建筑大师。我们解释的4个支柱——选择、镜子、忠诚和共同的目标，不仅仅是哲学理论，它们是使用的工具，是你用以在美德、信任和共同力量的基础上终结你社交生活的基石。从鼓励到共享堡垒的路程，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这是一条清晰的道路，在你面前展开，只等待你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现在，智慧要求行动，没有时间的知识是无用的。因此，你作为建造者的第一个行动，你房子的第一块砖，是你意图的公开声明。我希望你到评论区用你全部的信念写下：我是一个堡垒。不要为我或为这个频道这样做，为你自己做，让这些话语成为你与你更强版本的自己签订的合同，一个你将不再满足于脆弱关系的誓言。为了让其他建造者知道他们在这段路程中并不孤单，加上一句话：我看到了最后，找到其他这样做的人。这不是一个评论区，这是我们社区的事工现场。技术困扰世界的孤独流行，并只能通过一次一个联系来治愈。通过加强自己，你成为了别人的灯塔。如果这个信息与你产生了共鸣，一个4多个同伴的最终行动是分享它。把这个视频发给一个你认为也需要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也许是你想要招募来参与你建设的第一个建筑师。订阅以继续接受这项工程所需的工具，点赞以表示建设已经开始。世界需要更多的堡垒，更多稳定和荣誉的支柱。你成为其中之一的旅程从这一刻开始，去建设吧。